嗨，大家好！哇，今天说来你不相信啊，坐在我身边的 Michael 跟我同姓，姓王，而且最神奇的是，我们才认识了5分钟而已啊。对，5分钟前有个朋友的聚会啊，然后刚刚认识 Michael 是台湾人，对，我是台湾人。对，其实我们在聊天嘛，对，突然你讲到一句话，我就觉得那种突然灵光一闪的这个感觉，就很想请你来分享，说。其实你在台湾也经常劝大家来马来西亚。对，我在台湾也很常把我的朋友啊，都建议他们，如果可以来马来西亚发展的话，就尽量的把握现在机会，赶快过来。哎，我其实您这一句话，我就听出了很多的信息。对，因为你看，尽量，对，还有把握机会。对，言下之意说，如果不是要来，或者说如果不是现在来，那它意味着它会错失一些机会，或者说会付出一些代价。会。老师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本身呢是做教育培训，那我自己呢研发一套决策系统，就是帮助人们在人生关键的时候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就好像我自己决定要来马来西亚这边创业是一样的。这也是这一套决策系统建议我赶快走出来。走出来，我第一个首选就是马来西亚。你这套系统称之为叫数字易经啊？数字易经是底层逻辑。OK。但是我们用这个底层逻辑在上面架构了一个叫决策系统就帮助人们做决定的。我们等一下看会不会和您的这个生意也是有关系啊？好，那您是到大马多少时间呢？快2年了。快2年，可是你是来有回去嘛？是这样？对，我是在这边租房子，然后就是每个月都这样往返每个月至少要来马来西亚大概7到10天，最少要这样的时间。每个月有7到10天对，差不多1/3左右的时间。对，这样快2年了。对，OK， 这会是你之后的常态吗？会，以后时间应该会更长。像我们这一次就待了14天。对，那我就要回到2年多前，对，要了解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机缘，然后觉得说，应该要到大马来发展。好 ，OK， 这跟我刚刚讲到的决策系统有关嘛？因为我们用数字易经当底层逻辑去了解一个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发展，然后从这个系统里面就看到说我应该要赶快往其他国家去发展了。那这是我的能量适合这样做。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约我说，杰老师，我们要来马来西亚上课。我说上课跑到马来西亚上课，你要不要来？我想说不对，我本来就是该出国发展的嘛。刚好借由上课来认识这里的人，它就像一个信使一样，对吧？来提点你 ，It's time， 就是这种感觉。对，其实我们人如果走到一些人生关键时刻，这样的信使都会出现，只是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而已。那因为我看懂了嘛，我看懂我就相信了，我就放自然来咯。那其实来上课一半是台湾人，一半是大马人。那跟他们相处。包含之前我就认识一些大马人，我本来对他们印象都很好。第一个他们很有礼貌。好，第二个呢，他们只要你跟他们稍微熟一点，他们就变得很热情。OK， 然后他们除非跟你不熟才会有防范，不然只要一熟的话，几乎什么东西都会掏给你不设这个心防。对。这种感受对您作为台湾人来说也是很明显吧？也是很明显。虽然说很多人都说台湾人很热情，对啊，但是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一件事，我的观察仅限于我的观察。台湾人对外国人很热情，只要知道你是其他国家来的，都很热情。但是如果你是当地台湾人，就 OK， 就这样。那会不会大马人也是这样？因为你是外国人，也有可能。开玩笑啦。OK， 那您在此之前，您是了解大马的对吧？经常有来吗？在此之前，我们过去有一些生意上的关系，我也有来这边教课，也是那时候也是来教数字易经课。那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对师字辈的尊重，比台湾人对师字辈的尊重落差很大。就不如台湾。远超过台湾，远超过台湾对师字辈的尊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去学校比方说华文的学校，经常看到上面的信条是礼义廉耻。那我知道当时是国民党留下的，其实那我猜想吧，在台湾应该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会认为差不多。其实不是这样子。台湾的教育环境已经变化太大。OK， 对，我们有一个团队，是专门协助学校家长、学校老师
处理教育类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在台湾的教育的文化跟风气已经一直在降。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是一个过度追求经济的副作用。听着很像中国大陆这种感受台湾只是慢了一点点看到这些现象，其实台湾这些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就是当你一直追求经济，一切事情都以经济用钱当标准的时候，本来就会失去很多东西。这个非常感同身受。等一下我们可以展开就是它也不必然要推导出你就希望身边的人也可以过来啊。身边人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你觉得来大马是一个好的选择呢？其实我很现实的看到我们身边的人现在活得很有压力，尤其是餐饮业的朋友。那台湾的餐饮业现在面对巨大压力是成本一直在提升 ，OK， 然后毛利率一直下降，然后再来呢是这两个压力的情况下呢，房租又涨，对，然后台湾的房价涨得非常厉害，对，然后客流量又下降，你看这是多方的攻击，对不对？然后呢，我做餐饮业的朋友每个都活得非常辛苦，那我们来马来西亚就发现，第一个它成本低，第二个呢，它的总经济整体它是在上升的，而且呢，我发现他们的从国外涌进马来西亚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它这个国家整体人口它是上升的，是，我知道它的活力其实人口活力很强，大马大概有9%是外国人，对，而且会越来越多。我有发现，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家悄悄的变成2025年的东南亚的观光旅游第一名嘛？那我不知道我知道今年是旅游年。对，2025年它已经是第一名了。OK， 很多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以为是泰国，会其实没有，是马来西亚所以呢，他只是没有很高调的宣布这件事而已。OK， 好 OK， 所以呢，我就发现说这一个国家它是整体经济在成长。那在台湾呢，它是高科技业在成长，但是餐饮业、房地产、其他的传统产业都在下滑。那其他的产业都在下滑，是全部都影响到。所以你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地方待了20年，接下来的20年你要待在一个地方，那个环境是整体在慢慢下滑。另外一个地方是慢慢在成长，但是真的是除了只是高科技带动整体的经济和财富增长，其他都普遍上都会受到影响吗？当然了，这是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那在台湾现在消费也会变得很高吗？现在台湾消费蛮高的我开一个玩笑就是我们有做过一个消费统计，就是我们在这边的君悦酒店的酒吧，喝的酒一个晚上喝下来消费。去台湾的垦丁喝的酒，一个晚上是同样的消费一个是5星级饭店，对，一个是沙滩酒吧，但消费水平是一样的对，那你就会发现，那以 CP 值跟体验感而言，当然是君悦酒店好多了，酒店好对，就是这个是我们是彻底两个国家在跑的人才体验得出来的差距，就是你花一样的钱，其实你可以在大马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好很多。这样就跟我来的理由也很像我也常跟我朋友举这个例子，我在这边租房子，好，那个房子呢是四个房间，2个卫浴然后一个客厅，然后呢一个厨房然后呢它有超过100公尺的游泳池 OK。然后呢，它有各式各样的健身设备，跟我们家一样。对，一样，对不对？我也是这样。那个在台湾，你知道1个月的房租是多少？我猜一下5万台币。差不多，看你在哪个区域。OK， 台北。不得了，台北不得了，不了台北就不得了了，台北有可能就要10万以上了，有可能会到这个金额。如果我们住的这个品质放到台湾，那个是跟一般人住不起，完全住不起。你知道我们在这边租多少钱？你知道吗？住在哪里？住在甲洞。住在甲洞可能2800马币，3000马币，大概是17000台币。17000台币，那我想差不多嘛，2000多马币，差不多。所以你看这样17000台币，我每个朋友都怎么可能？而且重点是现在房价还在涨，这边的房价还在涨，也就是说这边的房子是现在正好入手的时候，因为你放着不管它就是涨。可是过去这个观念放在台湾是可以的，你房子
买了放着不管，它就是涨。可是现在台湾已经不是了。哦，对。那OK， 人生活中啊，和有时候想要去换一个环境嘛，和自己的精神状况也有很大的关系哦。您观察台湾人普遍上压力感大吗？因为我自己出来啊，原先就是觉得别人讲简单2个字就是太卷啊，或者很卷，但他们实际很难真正的理解这种对人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与其讲压力感，我讲另外一个词叫焦虑感啊。OK， 就什么东西会让你紧张？大家可以算一下，一天之内会让你感到焦虑的事情有多少？那我呢就从旁观察我的客户，我的学员们，跟我咨询的对象，以及我的亲朋好友们，因为我必须要接触很多的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观察到的人，台湾人，他们一周里面有80%的时间在焦虑。哇，焦虑什么呢？很多事情都可以焦虑，东西有没有买贵？好，然后呢，我有没有被占便宜？然后呢，小孩听不听话？老婆要找什么麻烦的？老公又干了什么事让我生气了 ？OK， 然后收入又怎么了？然后接下来又要开销了啊，小朋友又要缴学费了，然后补习又要钱了，然后吃饭钱又花多少了？这些事情每一天在台湾，我看到我的朋友们，我看到我周围的家人们，每一天都会因为这些事而焦虑，还没加上因为健康的关系，因为老化的关系而产生的焦虑。OK， 所以有80%的时间其实都是在焦虑。所以偶尔有一件事可以让他们放松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一件事终于可以让自己放松。我听上去这里面有一半又是跟钱有关系啊。对，对，其实除了钱之外呢，还有价值观的问题，还有思维的问题。对，当然台湾也有我有少部分朋友、少部分学员是那一种，我就降低我物欲就好啦，我就降低我的需求就好啦，我干嘛活那么辛苦？也有，但是是极少数。OK， 极多数是做不到的。那你觉得他们换到来大麻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可以。第一个，生活水准不会下降。这是一个。你讲的很好啊，你没有说就是说消费会变低，你直接说生活水准不会下降，它是个比例嘛？对。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生活水准不下降的情况下，开销只有原本的1/3。就是你同样的水准这样就好了。OK， 不要像我们一样，没事就想要去一个君悦酒店享受一下那种 relax 那种感觉，不要这样啊 ，OK， 就是不要这样，偶尔去享受一些什么比较高档一点的地方，去享受一下美食。假设你不会没事去花这些钱，你就是以台湾正常人的生活水平。来到大马，用同样的消费水平去做，你大概只有原本开销的1/3。那这样的压力是不是就降了？是降了70%。解决个人的大量的精神问题也可以啊。所以换个环境就会换一个能量，换个环境就换一个感受。OK， 那生活解决了哈。因为他们原先在台湾，我相信台湾和大马有一点应该会很接近，就是小生意人应该会很多吧，就是中小微企业嘛。他到大马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意吗？可以。基本上，如果你在这边是有人脉的，你有来这边结交朋友，大部分的马来西亚华人，大部分都很乐意帮忙。我认识到了，我几乎没有遇到那一种会把你拒绝的，或者是你真的请求他帮忙，或者是你想要跟他合作，他会当作没听到。大部分都不会，大部分都会坐下来好好的跟你聊。你是玩真的吗？你是认真在这边发展的吗？你是真的那你需要我什么？他们会很认真的跟你讨论，然后讨论完之后开始去研究我们的商业模式可不可以结合，你需要这边什么资源，然后我们合作以后未来是什么。这边的人是我接触到的，都是很诚心的、很愿意的来跟你互动、跟你沟通、跟你了解。是不是您甚至觉得这和你在台湾经商的经验都不一样？差天跟地。台湾人你说我们要合作，他第一件事是打量你你会吗？第二件事情是你有什么意图啊？然后只是没有像我这么明显，我在演嘛，我演一下。但是台湾人现在人跟人相处，第一个动作叫防备，你会不会伤害我？我会不会吃亏？你会不会骗我？好，我不能说台湾人都这样，我必须很诚实告诉你，我回台湾只要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的心态都变这样。
我真的很难，我到现在还是很难想象因为这个我的理解中，就是我从中国过来和回去中国是这样的。那我不知道你也是有类似的经验。对，因为所谓的卷嘛，卷呢，它就是内部竞争它就是一个内耗。是。当一群人都很内耗，而且内部很竞争的时候，很难就会有信任感，就很难放松嘛，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当一群人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是你我之间是竞争关系，你生意好这边生意就会差，我生意好你就会差，我多赚一点钱你会少赚一点，你多赚一点我会少赚一点。如果是大家在同一个环境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的情况下，谁不会防范对方 ？OK。而且台湾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叫诈骗。我不知道多少人敢讲这件事。是，这祖师爷嘛？对，不好意思对，是诈骗祖师爷。然后也就是说，台湾人被骗怕了。而且台湾人不是人家国外人来骗我们是台湾人骗台湾人台湾人的诈骗是会把台湾人约到国外去骗台湾人那跟我们真的有很多像这样的地方。我觉得是台湾人教出去的。OK， 真的。那所以台湾人对台湾人的防范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防范感的。除非我真的对你很熟，或者是除非我真的跟你很 match，否则基本上我很难相信你。在台湾会变成有这样一个现象。那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搞诈骗的人，你还是同一拨人是吧？你很难数得出来吧？OK， 是很少，就是那种 scam 的电话非常少，非常少。你一听口音也不会接嘛，其实对，对，非常少。在台湾只要打电话过来，口音不对挂甚至我要看到不是我认识的电话挂。是这样的，哇，这是现在跟我们中国原先的生活环境已经是一模一样。对所以这样的生活环境，其实首先我的焦点不会是政党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已开发国家必经之路。错。那对我来讲是这样，那就是整个环境已经变这样了，而你在这样的环境，你想要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想要过你怎么样接下来的人生？但我没有说台湾都是不好，马来西亚都是好，不是这样的，完完全全以你内心想要走的路，以你的下半辈子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好来做衡量跟思考。OK，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您觉得马来西亚和台湾比起来嘛，还有哪些是让你觉得不如意的地方吗？是台湾不如意还是马来西亚不如意？马来西亚不如意。马来西亚不如意，对我来讲最大的困扰就是语言语言不通只要语言通，因为我们华人嘛，华人跟华人讲没问题但是跟当地的马来人、印度人讲，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英文很差那除了这个以外，没什么。当然，我有看到有一些警察他们呢会收一些钱，对不对？收一些小钱，那我们讲黑钱。对不起，以前台湾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你有这个经验是吧？对以前台湾也是这样，不要说人家马来西亚怎样，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只是所以我说，他现在是20-30年前的台湾嘛。那20-30年前台湾也是有很多警察在收小钱很多我从小听到大。那所以呢，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就是了解他的法律，了解他的环境，了解他的文化，了解他现在的状态。如果你可以接受，那你就很适合来这里。那你觉得马来西亚是唯一的选项吗？比方说泰国、新加坡，甚至于中国讲美加澳新，这些为什么比较马来西亚起来说，马来西亚更加合适呢？先讲一个很现实的钱。OK， 就是说你有多少钱可以烧？如果我没有经济上的考量，我会选日本。OK， 还真的。对，它跟很多台湾的文化也更接近融合。没有经济上的考量，没有语言的考量，我会选美国。OK。真的，如果没有这些考量，我一定选美国。是 OK 所以就是什么东西是你的硬伤，就是你很难克服的。是。那如果要选克服难度低，但是收获又高又大的，我当然就选马来西亚。因为克服的难度低所以对你来说是唯一选择，听上去是。目前来讲是。目前来讲是。您身边的朋友，那听了您的这些说法以后他们大概有几分的愿意就说OK， 那我去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大马的市场。每个都这么讲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真的像我这样过来。有，我们有一个学员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已经过来办第二家园了。
啊，目前我周围有2-3个人开始行动啊。对，那已经很好啊。很好。其实我不是我的出发点绝对不是把台湾放着不管，然后来马来西亚发展，就离乡背景，不是这样。其实呢，是我们有2个地方可以去。好，对我来讲就是我台湾压力大了，我就可以换个环境，是来到这边，我可以放松，我可以放下，但是我的生活水平没有降，没有像去到一些观光国家，举例像去巴厘岛，去哪边，虽然说它会让你放松，可是它很多不方便。对，但这里不会啊，这里没有到那么不方便，但还是可以放松，可以放松，可以赚钱的吧？对，一样照样可以赚钱，一样可以发展事业。但是呢，当我想念我台湾的家人，我台湾的朋友啊，我又可以自由自在的回去，因为这2个国家没有政治问题。对，而且你们飞来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刷一下护照就可以来。对，我常开玩笑说，就是台湾的北部到南部，南部到北部，开车的时间大概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OK， 然后从台湾从我们的桃园机场飞来吉隆坡，还是从小港机场飞来吉隆坡，也是4个多小时的时间。其实时间是一样的，差不多。交通时间是一样的，但是等候飞机的时间不一样而已。但交通时间是一样的。那他没有那么懒，他真的没有那么懒。对，只是很多人会以为会花很多钱，没有，你来这边就知道了。老师，我想问一下，那我们站在这个事情的另一面来看，你觉得哪些您在面对的台湾人他们不适合到马来西亚来？第一个就是会有马来西亚人不如我们这种思想的人。这种在台湾有这种想法吗？有，真的有，就是他们比较落后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先进拜托不要这种想法人家经济正在成长。而且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会生活的不太愉快。对，因为他会比较审视和比较。对，他会比较你看人家卫不卫生，你看我们在台湾这边吃多卫生你看人家怎样，你看我们在台湾怎样，拜托有这种想法的人不要来。 OK 你来观光玩一玩可以，但是不要想说来这边生活。因为呢，我喜欢这边的人是他们的和善，他们的热情跟他们的单纯跟善良，我喜欢是他们这边的这种感觉而不是我们有多优秀别人有多差，我们的思维有多前进，人家思维还是落后，拜托有这种思维的人不要来。 OK， 对，这是一类嘛？一类。还有吗？再有。好，还有第2类是呢，来这边创业但是把人家当韭菜割的人。就是我遇过一些台湾生意人，他们在马来西亚失败原因是什么？是他们自己没有要投入这个市场但是呢，他们把商品放来这边，放来之后就我的商品很好，我的商品很棒，我的 idea 很棒我的商业思维，我的产品思维是对你们来讲是降维打击所以呢，我的产品，我的商业模式就可以搞定你们了。它就是天选之子是吧？我来就可以收割对，然后呢，就一开始就来一波，钱就先砸，货就先进，然后找代理商，然后找这边的人卖，然后就好 OK， 找到代理商了，有人卖了，有人帮我雇公司了，有人帮我开店了，他就回去了。然后就开始等着被动式收入，开始等着要赚大钱。有这种思维拜托不要来为什么？因为这是把人家当韭菜割。是我在这边发展了1年多快2年，我发现马来西亚人也被中国大陆也被台湾人骗怕了。对不起真的骗怕了，真的是他们其实都很善良，他们不是故意要防范你，可是你一个人被骗久了你也会怕嘛。对，他们也会觉得还对整个群体其实会有些想法。对，就像我们对大陆人我们是会怕的因为我们也被他们骗怕了对吧？我们在食物链的底层。对，就是我们订一些淘宝的东西来是假的，以前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可以前那大家被骗怕之后，当然就会对人有防范嘛。对，所以你如果想要当割韭菜，你觉得你的思维是对人家是降维打击，你觉得人家你的商业模式、你的产品非常非常厉害的，别人都要听你的，拜托不要来。拜托不要来，因为来这边不是这样发展的。OK， 还有吗？不能觉得自己很牛不能来割韭菜。还有什么？不是，是你可以觉得自己很牛，但不要来割人家韭菜。对，其实因为世界上只有韭菜的地方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在台湾有很多事你放不下，你真的觉得来这里你就会顾虑台湾的家人台湾的环境，台湾的亲戚，你会放不下，然后你会没办法不去思考他们没办法不去照顾他们的你不要来，因为来这边你会更焦虑。
这倒是放大了这个 root cause， 就是说你的根因就是因为你有一些东西牵绊着你，对，然后你还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其实更难。对，所以我也会劝我有7个干儿子干女儿啊，我有7个，然后呢，我都希望说有机会他们来马来西亚生活个1-2年在台湾那边哈，对，他们真的过来这边生活了1-2年，你先不要说读书读多高，还是说在这边学到多厉害的成就，但是换个思维，换个环境，真的会发现，我要讲实话咯，台湾真的很多思维是封闭的，真的很封闭。你们真的换个地方生活个1-2年看看，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模式。这边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宗教，要很 open 是吗？对，你要很 open， 你包容性要很高，而且很多事情你吹毛求疵，你钻牛角尖是没有意义的。你跟一个马来人钻牛角尖，这东西很咸，有意义吗？没意义啊，对不对？因为人家就这样吃的嘛。可是你可以要求台湾的餐厅，你们做太咸哦，你可以这样要求台湾的餐厅，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同样的口味，对吗？所以来这个地方你就很难钻牛角尖，而且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你心胸会变大，你包容度会变大，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台湾马来西亚这样子来回交替，你抗压性会提升。对，韧性就增加了，是吧？韧性会增加，因为一个压力高，一个松弛，比较松弛，一个压力比较大。你知道吗？你知道人的精神韧性是这样锻炼出来的，是钝感力。对，当你承受一个压力到某个程度，你一定要放松。你放松之后，整个松弛掉之后，松弛到某个程度，你一定要再回来，承受某个压力。你的抗压性，你的心理支撑力就会变强。反脆弱就是这样来历练嘛。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快讲一些心法，就说掌握这些来了以后，就会很融入、很适应、很开心。一定要做功课。OK， 来这边前面几个月当成学习，把自己当学生，学习心态。对，不要一来就带着很强目的，我要来这边赚多少钱，我投资报酬率要多少？可以啊，麻烦你如果你有个几亿的钱，可以让你这样子来做市场调查，来这边结交人脉，来这边交朋友，然后呢去做彻底的商业的市场调查，你是有这样的资本慢慢烧，我是觉得没问题。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你是没有什么背景，可是你又希望可以出国发展，我建议你花一点小钱，花一点小时间来这边交朋友，来这边认识当地人，了解这边的风土民情、文化，然后彻底的来享受这边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建议，因为当你真的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边的事业跟生意该怎么做。不然你相信我，台湾的降维打击，中国大陆的降维打击，甚至欧美国家降维打击，来到这个地方不适用，不信你试试看。真的不适用。这老师讲的太好了，而且都是一些大实话，我觉得是。对，那来了解一下，因为你也在大马开展生意嘛，对，是。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找到你得到帮助？因为我做的呢是决策系统，决策系统呢，它就是帮助人们在焦虑的时候，在需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有一个工具可以从旁辅助你。那我同时从课程的开课跟 AI 系统的使用双管齐下来做这一个决策系统的教育跟培训。所以呢，如果你的人生中是需要常常做一些决定的，你一天可能要做个5-6个重要决定，不然的话就要承受一些风险，你就要面对一些压力，失败后呢代价还颇大的。好，无论是感情上的、健康上的、人际上的、事业上的、金钱上的，没有关系，你来找我，因为我是专门协助人们解决决策焦虑的事情的人。对，感觉您就是给他每个人的命运就是先提供了一张地图，对，先借由您这个导航，对，看清未来再做选择。我觉得对，没错，没错，因为每个人适合的东西不一样，适合跟最好是两码事。大家都想追求最好，可是你们知道吗？在人类世界，真正的最好就是适合，不适合再好都造成我们的痛苦。对，但是只要一适合，就算它没有那么完美，对我们来讲也是最棒的了。没错，合理跟合适是不一样的。对，没错，没错。谢谢您的时间，谢谢。希望更多的人来马
大马快乐的生活。哎，对对对，我也希望，谢谢，拜拜。